这东西在长安可是稀罕物啊。来一根。好啊。哎呀，这个尾巴的地方是很苦的。这东西啊，不能多嚼，要不然就只剩下苦了。我当然知道。25年前，我潜入铁墨做斥候，兜里没几个钱，铁墨冷啊，驱寒解乏就靠嚼这个，比喂马的草料还便宜。可如今涨价了，这一小捆得2两银子。你请动的铁墨大军和白文火对峙，两边的马鼻子都快碰到一起了。碍于局势，往返的商人少了，这货源不稳定，价格嘛，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了。昨晚你演了一出大戏，不是说服了吴隐冲吗？精明的货商们很快就会发现，铁墨人不会南下，到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。这盘大局如今被搅乱了，我看你倒是挺淡定的呀。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太过计较得失，不能为将也。说起来，你的得失心很重啊，埋了魏前庭，送了普逆川去死，又亲手杀死了刘思言，青衣销声匿迹了，王普也被你算计死了。我身边还剩下个知英，你也要杀吗？当然要杀了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得失心太重。复仇这条路上，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有善终。可别忘了，还有你。杨楚豪，你为什么不杀？他袖手旁观，罪不至死，我行事还是有分寸的。当年他袖手旁观，昨夜他选择帮你，我也是有底线的。他不能有善终。可惜你找不到他。说起来，杨楚豪身边有个姓苏的小伙子，你可有印象？一面之缘，我查过他，他不是虎贲。杨楚豪整盘生意里只有他自己是虎贲，那孩子确实不是。能被你看得上的人，哼，倒也算是个聪明人。能为杨楚豪办事，而且还是管账这么重要的事，光聪明还不够，还得有故事。他像你，
这是陈家谷口了吧？是。你可知道，陈家谷口有另一个名字？名山子峡谷，是我们铁墨人的说法。没错，名山再往南170里，这大片的土地，曾经都是我们的。如果严凤山愿意把这片土地拱手相让的话，我倒是愿意为他出兵，把白文虎给灭了。那到时候，希望大人能赐我一间小屋。哦，我祖上曾是长安人，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小村子。后来北迁至此，生活了70年。村子的后山有我妻子的土坟。只要一间小屋，没有别的要求。那最好是能在向阳的山坡上。为何？向阳的山坡长满了白茶花，也是我妻子最喜欢的。坑辉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呐。此次出行，若是没有你的陪伴，怕是会很无聊。应大人的要求，前方负责接应的人已经给大人选到了琴师。有丝竹相伴，怎么都胜过我这只有悲伤故事的半老男人。停！大人，为何要来此处？25年前，有个提刀的男人从这个谷仓里走了出来。他本来是我们铁墨的战俘，而如今却掌握着长安城。人生起起落落，真是天地难测。这样的地方，也算是半个名胜古迹了。难得路过，来看看无妨。传闻凤山将军能使神鬼皆惧，我倒也想见一见这个男人。见过乌隐大人，大人既然来此，我便把琴师也带来此，请。此次接应乌隐大人去长安，全部由我家主子杨楚豪统筹。知道大人喜欢听琴，我家主子先后挑选了700名琴师，最后把她送来了。她呀是个女奴。听闻杨楚豪家财万贯，长安里有半城富贵，如此人物也是虎贲。是，虎贲无处不在，所以我们才能掌握长安城。琴艺能在700人之上，那便弹一曲听听吧。是。这条街跟往常不太一样，要多加小心。
根灰在，小人近不了身的。大人，无事。那我便让人去处理那些宵小了。不用派太多人，明显是调虎离山。你们是。大人无事，让出2匹马来。大人，马车已坏，我们换马走吧。好说。放开大人！快放开大人！不想你们主子死的话，就让开！让他们让开！退下来，后退！闪开！你果然不是普通的女奴。只要大人配合，我定然不伤大人分毫。哎，小兄弟，出口往哪边走？你是铁墨人？石罗曼山祭坛求来的陨铁，只有铁墨贵族才有资格佩戴。你虽换了汉族人的服装，可胸上挂的这个陨铁，太过于明显了。你知道石罗曼山的坛场？难道你也是铁墨人？最近铁墨人在长安街上，并不那么受欢迎。边走边解释吧。你能否送我去严康坊，必有重谢。这夜里巡逻太多，我可不敢陪一个铁墨贵族在街上走。那你收留我一夜，等天亮再送我去。小兄弟，就一夜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长安地这么广，你为何住如此陋巷？铁墨人在长安谋生的方法并不多，平时呢贩卖一点皮革，也只能维持一下生计。哦，如今啊不太平，所以才会搬到此处。啊，前面就到了，走吧。正面就安享富贵，背面就把债还清。
你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呀？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咱们不是鸠占鹊巢了吗？那就应该置办一些新的家用，再打扫卫生。毕竟咱还要在这过日子呢。过日子？怎么着？今晚你做饭呀？让我放松放松啊？哎，我可不行，我做的饭难吃，还是你做的面比较好吃。你先坐着，等到时候我学会了，我包你俩1日3餐。等你学会了，那不得等到我60大寿啊？哎，行了，你别瞎忙活了，我刚扫完。你去把碗刷了吧。行，我去刷碗，记得一会儿煮面啊。好安，白婉借给我们的院子，我们就这么一直住下去。他临行前把这里留给我们，就是想这院子留下一点人气。每次看到他这张脸，我都能想起张默，而真正的张默，人总得往前看，既不能杀他，也需要他留在身边。总得换一种方式和他相处。进。说吧。今日，我写了一封家书，想寄给张默在湖州的家人。信上写，我已经赚够了女儿的嫁妆，但近日城中生意渐好，我想多待些时，多赚些银钱，这才写了一封，希望家中妻儿安心。但我虽然模仿了张默的笔记，不知像不像，所以希望请你指正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赎罪。人命债怎么赎呢？那我用命来还。你不是要拿我对付严凤山，对付虎贲吗？等你想到计策，派我去。刘子言已死，青衣也已落网，城中折了2大虎贲头目，严凤山势必再次出手。虎贲在先波澜之时，就是突破的机会。或许你会派上用场。我明白了。真到了那一天，就算死，我一定不会眨眼。信留下。你去吧。如果自己足够以假乱真，我会给你记住。
说，洛阳立德坊里有这么一个书生，他姓王，我们姑且叫他王生。此人好酒，每天都得喝上那么几杯。说有这么一天呢，他又喝多了，摇摇晃晃回到家，咕噔躺在床上，他就睡着。就说他睡着睡着，他一只手啪嗒就搭到了床底下。他娘子看着，怕他着凉，赶紧的就上前想把王生的手从床下给他放到床上去。就在他娘子手马上要碰到王生的手的时候，突然，你喊什么呀？你不是不怕吗？本来就不怕啊！好，不怕，不怕，你把手递给我，递给我。哎，我接着抓着他。突然，从地底下伸出一只大手，一把抓住了王生的手，开始把他往地底下拽。哎呀，他娘子害怕了，赶紧喊人呐！来人呐！救我家夫君呐！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过来帮忙。一看王生这样的，马上进到地底下了，赶紧上来捞他呀！哎呀，王生，你快起来！你快起来！没用，那只大手的力量太强了，直接把王生就拽到地底下去了。这话说，王生不是给拉到地底下变成骸骨了吗？他娘子就茶不思饭不想，就想他夫君了。说有一天晚上，他娘子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呀，他夫君晚上回来找他了，向他走来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突然，你们这不害怕吗？你们无聊，你这不是什么味儿？什么？粥，赶紧看粥！哎呀，这粥好香啊！将军，诸位吃得尽兴，还没有忘记镇守城楼的职责吧？将军忙于公务，殚精竭虑，深夜才恢复休息。过城楼的时候，却听见你们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。这传出去，白文虎治军极严的威名，岂不成了笑谈？将军，是小的贪吃耍滑，主要是阿善他饿了，所以才叫上兄弟们一起来喝点粥。小的知错了，望将军责罚。错在哪里？错在明知虎贲尚在城内，我还轻敌，我和阿善还贪图享乐了。错的是你们在这儿喝粥，却没有叫我。对呀，喝粥怎么不想着赶紧叫将军来？赶紧起来，把将军请过来！停！将军，来。方才听你们咋咋呼呼的，又在讲鬼故事吧？没，我开玩笑呢。阿善啊，他胆子小，胖桃啊，别成天欺负他，吓唬他。我跟他闹着玩呢。将军，我都是白文虎了，我不怕鬼。哦，将军是这样啊，我们没事讲点鬼故事，是为了活跃气氛，让大家开心，没想真吓着他。是胖头会挑气氛啊，也是怪我，坏了大家的兴致。哪有？来，行，我自罚一杯。也没酒，那我喝口粥吧。好。您这次是把我们吓着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来。大哥哥，这些卖菜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我阿娘还让我买2斤眉头呢。今夜可是有好事儿啊！
你想要眉头？嗯，我帮你。小孩，赶紧回家，一会儿就要杀人放火了。小心点啊！是。哎，这边，抬到砖路上，这以后好推。早就说了，做悬梯就好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今天跟您聊得高兴，宋将军您一程又有何妨了？是啊，已经后半夜了，等天亮了，大伙儿都回营里睡个好觉。宋将军，宋将军。自入长安后，难得见将军有笑容。我自小长在军中，跟将士们在一起，本就会自在一些。只不过后来，承袭了爵位，执掌了军权，活在帝王身边，只能以另一副面孔示人。将军所在的位置，顾虑甚多。确实难得自在。快了，节度使们下月便进京，按照计划，我也会交出兵权。白文虎义帅也就自在了。将军，萧武阳是个值得信任的君王，我跟节度使们把帅印交到他手中。决力之事既定，严凤山后路已断，就再也不会有那一场战争，也便不会再死人了。真倒霉，这点碗还得让我洗去。胖头，你又故意吓我是吧？出事了！我知道，那个是白文虎的令箭。我们明明说好给严大安个小错，发出延续天宫便可，你为何言而无信？你疯了！这是玉清宫，害你亲妹妹的汉胆根须是你亲手给的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还有脸跟我谈信义？
我只是担心，颜淡日后会犯下大错，想以此小惩大戒一下，并不想害死他。他刚受过雷刑，又没了半颗心，若罪名成立，再上天刑台，就算不死，也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些最重最轻，你都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你们姐妹俩的情早就断了。此案已经惊动了帝尊，若不想再将自己前途、性命都搭进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帝君有令，1个时辰内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，不可耽搁。你干嘛？帝君之物竟被你这残花败柳般的刺绣所污，怪不得帝君他一日也不愿等，急着命人将你这下贱卑鄙之人的物件全部移挪出宫。尹元君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能看一眼，便多看一眼吧。今日你踏出这道宫门，你便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如今的你，我便想起了当年的我。不过，我当年离宫是风光高升，你则是负罪离开。无论是被帝尊所赐的我，还是剜心救他性命的芷溪，没有哪个女仙可以永远留在偃虚天宫。帝君的心中容得下3界苍生，却没有一个女子的位置，是吗？若真如此，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赶我出宫？赶你出宫，判你下狱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即使他与你对弈，教你仙法又如何？你在他眼里，不过就是一个逗闷子的顽劣仙士罢了。要说，你与别人也确实不同。这么多离宫的仙子，你是走得最狼狈的一个。你可知帝君如何说你？他说你是偃虚天宫的耻辱，已经命人将你的东西通通拿去焚元炉烧了。当你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那刻起，你便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带走。是。你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给你安个小错，让你离开偃虚天宫。
远离帝君，从此不再为情所困。没想到会被嬴登利用，害你至此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可是，一开始，我真的是为你好的。为我好。为了我好，为什么在嬴登诬陷我下毒之时，你没有解释？你知不知道当时你那个样子？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认识你了。是我懦弱，不敢当着帝尊和帝君的面承认自己犯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支持我。任何人都会背叛我，可是只有你不会背叛我。我也暗自发誓，要与你荣辱与共。可是如今发生的一切，如今我看着眼前的你，我仍然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坚强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痛苦。痛苦？从我们化成人形那天起，帝君亲口所述，我是双生莲中的弱者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比任何人都刻苦修炼，就是不想被其他人看清。小寒经你随便抄抄，便可领悟其中的妙用。你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却是我的毕生追求。我从未让你帮我下凡历难，你却当众求此恩典，让众人嘲笑我的无能。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副长侍之位，你却抢了我的差事，成为了出没护主的功臣。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我，就连你的先世朋友，竟然也在背后嘲笑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些年，你一直被双生莲强弱之说所困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下凡，你想升仙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。可我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，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，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心结。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妹妹，对不起。颜淡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想必这心魔也伴了你100年，我再一日，你便无法释怀。也许现在，对我们最好的结果，便是再也不要相见。知悉，
你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你走吧，严丹，走。走啊！帝君，严旦虽然顽劣，但本性并不坏。我不信他会下毒。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他去受火刑吗？严旦为了想保护的人，始终不说实话。但本君不会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会找到其他的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帝君，这是浅云宫的仙士，他是来找严旦的。所谓何事？帝君，严旦仙子几日前将这沉香炉给我，让我帮他焚毁，可这香炉却被施了仙法，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坏。我只能将它送还给严旦仙子，却找不到他人了。本君会将他物归原主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严旦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，日后便再不会受伤。难过了。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严旦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尸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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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？你不知道，严旦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严旦救出来。云墨哥哥。严旦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我对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严旦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陆明，
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严丹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叶邯郸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心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。她有心魔苦衷，她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她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她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她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。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余墨吧，应渊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余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余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渊君吧。果然有护灵丹的气味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今日误入此地，并非有意叨扰。轮转中为思念风
这出戏可热闹了。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气也可消除一二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，这是天善殿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蛊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自控的伤人。你放我离蜀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应元君，走！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金盆美酒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肝肝再开人厮守。狗蛋，也只有他能起得出这种名字，也只有他会这么傻的陪在我身边。菡萏花瓣，可压心魔；焚尽流色，欲火生香。应元君，莲池就在那边，里面的莲花都已经开了。应元君不用眼睛，一样可以看得见。你望着四季，我望着你的身影。原来，轻轻的岁月如星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狂澜与云霓，纷纷经过了天地，短暂的失去不许停。只剩你眼里，我该如何走向你？这场路，回忆谋少一起，我会再次相遇，无论醒或不醒，空中人世换冥冥，记忆就像是一片海。
海，在这过去摸着未来。过来，心摊开，以蔚蓝尽流。燕元君，你看这莲花都开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了吗？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和我一起赏花，你不许食言。你想不想看我们花界的星星？我变给你。好。昨一夜酒尽，安然尘封每个你。来啊，来！同城的惬意，印度难表的情谊。相逢不惋惜，我努力。去月归期，我该如何守护你？在几次，依然选择薄命。我穿没有秘密，叫人好生聆听。一战场的万事情。你怎么这么傻？竟为这般无谓的谎言，不惜焚烧自己的真身。小梦蝶残疾，虽能带人入梦，却唯有感知真爱，方可破茧成蝶。那晚，燕丹进入了我的梦中，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不是美梦所化，而是燕丹的真身。会带着秘密而来。本君已查明，你在中毒前炼制保护气灵的丹药，此药需连服3日方可见效。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燕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帝君心里只有燕丹，为何我苦苦为你守候千年，你却从来都不曾正眼看我？此乃吾案前的银烛灯，昼夜不息。应元君天庭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吾就将此灯赐予你，全当吾的一番心意。
想来这宫中仙气过剩，经过千年，这银烛灯的灯芯竟然修出了气灵，化为人形。应元君，他已在案前陪了你1000年，不妨带回去，带回延续天宫侍奉吧。我与帝君本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你当本君不知？你罔顾天条，试图利用男女私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本君点化你，好让你从气灵变为仙灵。不是的，起初我接近帝君的确带有目的，但我动心也是真的。真的？当年本君没有送你去天刑台，已经对你是莫大的宽仁了。我和颜淡都是帝君的仙士，我谨小慎微，恪尽职守。他谎话连篇，处处犯错。但帝君却只对他包容庇护，却把我赶出延续天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帝君永远也看不到我？因为神仙本就应该无情。你说神仙无情？若神仙无情，那帝君方才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？若帝君与颜淡当真生情，那情罚如何严酷？帝君修为深厚，又有帝尊护佑，必然能全身而退。可颜淡，他受伤未愈，又遭此大劫，只怕会灰飞烟灭。你在威胁我？帝君，银灯只求帝君能放我一条生路。下毒之事，帝尊已有定论。若贸然翻案，帝尊必会细究。颜淡偷偷守护帝君之事，必然会暴露。帝尊对动情之事从无宽宥，若以断情线相测，只怕到时祸心可免，情罚难逃。祸心之下，颜淡尚有一丝生机，总好过情罚加身，不死不休。
若帝君网开一面，嬴登在此立誓，从此缄口不言你与颜旦生情之事，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此证，本君不会销毁。若你日后再敢造次作孽的话，本君绝不会饶了你。嬴登，叩谢帝君。我日后定痛改前非，绝不再犯。望你日后好自为之。应渊，当年你以天条为由拒绝了我，现在我要亲眼看着你亲手送所爱之人上天刑台，让他恶你、恨你，永远不知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应元君啊，这白日里你就遣人送来一堆破烂物件，这深更半夜的还亲自来老夫的玄心崖收拾屋子呀？元帅，连夜来此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元帅出手相助。那日对元帅出手，的确是。时隔日久，况且这段时间天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你我能够活着从战场回来，实属不易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尽管开口。我想向元帅求一份免责天书。免责天书？你要天书干什么？莫非你犯了什么大错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求，而是为了颜旦。那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啊！他3日之后便要上天刑台受罚。此前已经遭遇过一次雷刑，若再受一次火刑的话，恐怕县令尽毁。所以恳请元帅，到时候以天书免除他的刑罚。这小仙士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竟要遭此重刑啊？个中缘由，不便言明。但颜旦，他绝非作恶之人。你我比武多年，武德见人品，我深知你的为人。那原因我就不问了，这个忙我帮。元帅，不胜感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之后，我会将颜旦调回玄心崖。虽然他仙力平平，但他资质不凡。还望元帅收他为徒，日后保他仙途安稳。那个小仙士虽然和你一起打过我，但是老夫就喜欢他这种肆意妄为的性子，还有他那份机智与胆量，配做我火德的徒弟。哎呀，应元君啊，老夫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关心一个仙士啊！居然为了他还舍弃这万年钟爱的棋谱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老夫深知你对这棋谱的爱惜，老夫看完之后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的。不必了，所有的棋局都已经破解。从此之后，
我不会再下棋了。云墨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九旗族的后人，九旗神力不凡，怎么会破不了这元帅的结界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云墨哥哥，试试我的幻心灵。赵兰，对不起，这幻心灵是因我而毁。等我救出严旦之后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没关系的，这幻心灵不过是我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法器而已。这样的东西龙族还有很多，你赶紧去救人吧。幻心灵已经想过，以后他会不会再想，不重要了。